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探索心境2不愧是宝藏节目，王一博堪称哲学家，探究掌控与失控。12月13日午间，探索心境2的第6集节目在腾讯视频上线。自探索心境第2季开播以来，获得了太多真实观众们的好评。这部纪录片作品更是在腾讯视频获得了 9.9 分的观众评分成绩，是目前腾讯视频评分最高的纪录片作品。为什么这部作品的观众口碑反馈这么好呢？原因就在于，它不仅仅是一档极限运动的纪录片作品，更是中国青年实力派演员王一博感悟人生的作品。在这些感悟当中，观众们经常可以聆听到一些具备哲理性的话语。比如说第6集的节目当中，王一博在进行深水抱石的极限攀岩运动的时候，对于攀岩这项运动本身又发出了极具哲学概括力的话语。攀岩确实在掌控跟失控之间慢慢去试探的运动。深水抱石这项极限攀岩运动本身便具备着掌控与失控之间的试探性。探索心境节目当中已经呈现出来的那些攀岩运动都是有绳索保护的，而到了深水抱石的攀岩运动的时候，则没有了绳索保护。一旦攀岩运动者没有抓稳岩石，就会出现掉落。好在岩壁的下方是可以承接人体掉落的海水，给了攀岩者最后的安全保障。正因如此，这项运动的掌控与失控之间的试探性就更为强烈了。如果我们去结合深水抱石的具体运动来分析这句话的时候，便会发现，这项极限运动当中掌握住的便是已经获取到的攀岩成绩，而失控掉的则是一次失败的经历，而这次失败的经历大概率上可以为下次的成绩做辅助与铺垫工作。反观成绩本身，似乎也都是这种一次接着一次的失控之后才最终掌控的。用失控去试探攀岩者的极限，最终便会试探出掌控的成绩。所以，掌控与失控之间，其实就是攀岩者最终获得胜利的不二法门。我们当然喜欢在掌控的范围内进行操作，但是如果我们只在掌控的范围内进行操作，那就不会拓展出更广阔的掌控空间来。也只有通过一次接着一次的失控，才能最终摸索出自身的能力极限来。生命个体如此，生命群体亦然。攀岩这项极限运动之外的，则是生命个体对于自身能力的一次接着一次的试探。我们经常说，不逼自己一把，永远不知道自己的能力极限是怎样的。其实就是掌控与失控之间试探的生命状态。当我们逐渐强化自己这种能力试探性的时候，最终可能会加强我们的个人能力，并且创作出更好的成绩来。个体如此，群体亦然。很多科学研究似乎也是相同的道理。大量的科学实验都是在可掌控的范围之内失控，继而出现了实验的局部性失败，而这些局部性的失败最终又积累出了经验，出现了一种量变到质变的过程，最终的结果很可能就会出现一次质变。所有的局部性失败、失控，最终凑成了一个整体的成功与掌控，人类科学就会向前一步。我们回到王一博的攀岩话语当中来，其实在探索心境2当中，他还说过另外一句话，可以是掌控与失控论形成对照互文关系。王一博讲，攀岩这项运动就是在拓展自己的舒适圈。有些人是跳出自己的舒适圈，有些人则是通过努力拓展与扩大了自己的舒适圈，继而让那些曾经可能不属实的运动、学习与工作成为自己舒适圈之内的事情。舒适圈内外的关系和掌控与失控的关系也是相似的。舒适和不舒适之间
有一条不可见的界限，而掌控与失控之间也存在这么一个肉眼似乎不可见的界限。但是，这条界限本身并非是一成不变的，相反，它是可以被逐渐推离自己的原先位置的。比如说，拓展舒适圈，就是把这个圈子的界限推到了更大的地方，小圆变成了大圆。同样的道理，掌控与失控也是推动这条界限，让掌控的范围更大。所以，对于探索心境系列纪录片的观众们而言，大家看的不仅仅是秀美的风景、极限的运动本身，更看的是在这些极限运动当中，王一博体悟出来的那些生命感慨。王一博为什么年纪轻轻便已经在各大电影节上提名无数了呢？我觉得很大原因是演员自身的能力储备、演技的储备，甚至于哲学思考能力的储备等等。这样的演员头脑显然是为优质佳作准备的。